得了药。我现在好多了，哥哥我可以过来看过我了，只是有个情况。谢谢哥哥，晚安，爱你哦。听起来像一个妙龄少女，但是实际上跟你谈情说爱的是一个抠脚大汉。这是在网上流传的一个派出所的影片啊，挺有意思的。有一个男子上当受骗了，结果跟这个骗他的人当面对质，这样的一个粗壮的大汉可以模拟出性感的妙龄女郎的声音。这个画面似乎跟我们讲的主题不太搭，但实际上我觉得也可以放在一起来比较。就是你看到了很多现象，你可以做出各种各样的解读。有人解读出对面就是一个妙龄少女，但是有人解读出对面很可能是一个抠脚大汉。那么谁会猜对呢？最近日经新闻又爆料了中国党内的高层斗争，那么很多人也开始进行评论。实际上这篇报道我认为有很大的问题。这篇文章的作者仍然是中泽科二，就是曝光这一次北戴河会议内幕的日本记者，他也算是一个很资深的媒体人了。他讲出话来，我们不把他当作小道消息，不把他当作网络的摇滚听床师，我们还是会重视他。这也是为什么很多的媒体都会转载他的内容。上一次我们就已经对他的表述有所怀疑了，但是这一次我觉得可以坐实我上一次的判断了。他所讲出的内幕一定是有线人给他曝光，但是这个线人相信也是中共内部的人士，中泽科尔不可能像这些网络听床师一样胡编乱造。但问题在于他获得的信息是不是他被误导了，就是这个信息的来源到底可靠不可靠？他就算可靠，他是不是对中泽科二有一种误导，故意让中泽科二这么去报道，这么去分析？先看看中泽科二这一次曝光的内容是什么。他上次就说了，在这次北戴河会议期间，中共高层很多有权有势的元老们对习近平施压，在与这些元老会面之后，习近平对他身边的人进行了一通发泄，这是我们之前那期节目讲过的。而代表这些元老对习近平施压的是曾经的国家副主席、大内总管曾庆红。那中泽科二的这篇文章，那最新这篇文章曝光的是，在这个曾庆红身边还有另外一位军中大佬，也共同的向习近平施压。这个人就是前国防部长、解放军总参谋长迟浩田。不管是曾庆红还是迟浩田，他们都是在中共高层有非常大影响力的，特别是江泽民和胡锦涛时期。中泽科二说，在这次的北戴河会议期间，在前国家副主席曾庆红身边就是这位军中元老迟浩田，他一言不发，保持沉默。那么说到这儿就已经讲完了到底发生了什么，这是所谓的事实啊。我们如果相信这个事实的话，如果不相信这个事实的话，那就没法评论下去了。如果相信这个事实，那后面的东西全部都是臆想了。就是中泽科二所说的迟浩田的一言不发，他的沉默是不是代表了对习近平施压？这完全就是他的评价了，而并不是事实。事实是他坐在那里沉默，但是他沉默代表着什么？这就是所有人可以想象了，对吧？他自然可以想象出这是一种无声的抗议。那我们也可以想象出，这可能说明迟浩田没什么好说的，或者说他说什么也都不太合适，甚至可以说他已经老到没有办法表述清楚他的想法。毕竟他今年已经94岁，所以我们分析问题就要分析到这个程度。他坐在那里一言不发，这个是一个事实 ，OK， 是中泽科二所表述的事实。但是文章当中其他内容全部都是他的想象或者他的分析，所以你不能把分析和事实这两个东西混在一起。分析是可以去辩驳的，是可以去有各种各样的说法的，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看法，甚至相互冲突。但是事实是不容辩驳的，发生了就是发生了，没发生就是没发生。所以我们是站在它发生了事实的基础上，我们去分析，有各种各样的分析，对吧？你不能说他坐那里就代表着他一定是在给习近平施压，这就把事实和分析混为一谈了。所以这篇文章你可以信，但又不能全信。其实上篇文章他遭到了很多的诟病之后，他这篇文章着补了一部分啊，就是说之前他说什么北戴河会议在此之前啊，元老们召开了会议，讨论了一下，然后由代表去跟习近平说。然后有人就质疑说，你这个说法到底是不是真的？怎么可能有一大群的元老秘密的聚集在一起，你开个秘密会议，然后背着习近平，然后最后集体要向习近平施压？怎么可能？
然后他这篇文章他引述知情人士的说法，说习近平平时确实不想看到这些元老们单独会面或者交流意见，然后他发布了官方通知，说这些元老不能够私下进行会议。但是知情人士表示，北戴河会议之前的这些元老聚会，与其说是秘密会议，实际上是得到了党中央的批准，因为党中央确实也没有别的办法了。毕竟现在中国面临着政治、经济、社会大动荡，所以以习近平为首的党的领导人也需要在一定程度上倾听元老们的声音。中泽科尔甚至分析说，习近平可能会认为退休官员们只是得到一个发泄的机会。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这些元老们得到一个发泄的机会的话，那反而证明中泽科尔表述的曾庆红啊、迟浩田一起逼宫、一起对习近平发难，这个说法就不成立了。所以他其实这篇文章有自相矛盾之处。因为事实我们没有办法得知，他既然得到了中共内部的人士的放料啊 ，OK， 他相信也确实有线人在中国内部培养了很多的线人，所以说他肯定能够获得一些我们所获得不到的信息。但是这个信息如何解读，我认为中泽科尔的解读是有漏洞的，而且他把事实跟他的解读混在一起，然后喂给大家，所以很多人就被动接受，就相信了他的说法。我们有分析能力的话，就可以把事实给撇开，然后重新审视他的分析内容，看看是不是符合情理。如果说元老们对中国现在目前的现状不满，这是肯定的，几乎没有悬念，确实肯定不满。中国的经济这么差，明显国际关系比过去糟糕透顶，而且从各行各业来讲都是怨声载道，已经发现中国在背离改革开放的路线。所以说这些元老们支持改革开放的元老们肯定有不满，他们肯定向习近平也表达了自己的不满，我相信这是有的。OK， 这个事实我相信存在。但是至于习近平会不会遭到这些元老的发难，然后导致他的政策改变，我们重新回到改革开放时代，或者说我停止开倒车，他能不能做到？或者说这些元老有没有能力去改变中国的现在目前的路径？这个是另外一回事，对吧？而中泽科尔给大家带来的一种幻想，就是好像中国能够改变，习近平好像能够被逼宫，能够被剥夺权利。那这种幻想在20大之前就有，按说的20大之后就应该停止想象了。但是很多人还是要延续20大之前的这种想象，因为这符合他们的心理预期。大家希望习近平下台，希望中国回到过去的改革开放时代，甚至有人还赞赏江泽民、胡锦涛时代，觉得跟现在的习近平相比，那个时代太美好了。这些人最根本的问题就是对共产党还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反右文革大跃进就应该对毛泽东时代不再有幻想，6·4的发生就应该对邓小平时代不要抱有幻想。可是今天却还有很多人对习近平时代抱有幻想，觉得中国还会变好，这是完全不了解中国共产党这个列宁主义政党的本质。这些我过去都讲过很多次了，不再重复。这一次我们就看到了习近平是怎么对待他所提拔的这些军政要员的，包括之前对火箭军进行全面大清洗，从司令到政委一个不落。现在又是出现外交部长失踪、国防部长失踪，全部被他搞下去。这些人可都是他干掉了那么多的元老和元老的马仔，扶持上自己的人，结果又把自己人全部清洗一遍。从这儿难道还看不出习近平本人已经达到了权力的巅峰？他想搞掉谁就搞掉谁，他想对付谁就对付谁。你要不然就被双规被审判，要不然你就自己就自绝于人民。你之前不是很多的高官都是畏罪自杀吗？他逼死了这么多人，抓捕了这么多人，有任何人敢说他背后的势力可以大到习近平动不了他吗？如果掌握中国核武系统、导弹部队的火箭军都可以全面大清洗，更不要说什么国防部长、外交部长了。习近平已经凌驾于整个共产党的体系之上。但是我们不要忘了，虽然他的权力到达顶峰，他可以为所欲为，但问题是这种为所欲为伴随的是这个政权的不稳。换句话说，就是他虽然个人很稳，但是这个政权不稳，因为你不停的这么搞，经济是越来越差的，官员内心的愤慨和不满也是不断在积攒的。哪怕你的权力是最高的，你可以干掉任何人，但是朝堂之上每个人都是敢怒不敢言。那这种情况对习近平来讲也并不是一件好事。其实根本的原因还是在于共产党这个体制本身，它是依靠改革开放的经济成就来获得合法性的。那如果这个合法性失去了，它就只能在煽动民族主义仇外、反美、反日，通过这种方式来凝聚大家的力量。因为谁要敢说不支持共产党、反对共产党政策，就可以给你扣上汉奸走狗卖国贼的帽子你就是境外敌对势力。对外的扩张或者是战狼，
这必然是他内部的合法性逐渐丧失的必要手段。所以现在中国处在一个过去改革开放和未来的这种闭关锁国这样的一个转型期。那这种转型期当中就必然会出现权力的重新洗牌，这个洗牌不洗到习近平身上，但是会洗到习近平下边所有人的身上。所以这种情况下，底下的人即使你是习近平的亲信，你可能都会伴君如伴虎，因为随时你都可能被牺牲掉。习近平就像是抓着一个提线木偶，这木偶怎么摆动完全是他来策划，但是不管你怎么摆动，观众正在流失，大家越来越不喜欢看你这个表演，你的票房越来越差。现在中国国情就是这样，虽然你有绝对的权利，但是当这个剧院的人越来越少的时候，你最后也得饿死。他现在能做的事情不停地换木偶，换了这个换那个，换了这个换那个，但是无济于事。让李克强是整天的喊改革开放，整天的喊长江黄河的水不能倒流，最后结果怎么样？看看中国经济的指标跟数据。现在换上李强了出访外国怎么样？但是外资还是看到了中国的颓势，在不断的撤离中国。所以你看他换了多少木偶，他也没有用。所以现在他遇到了一个非常大的困境，就是你即使权力到了顶峰，你即使换上自己的亲信，这些亲信还是无能，你还是要对这些亲信进行清洗，觉得你们怎么不争气啊？怎么还贪这么多钱呢？现在我们都已经快亡党亡国了，他现在就是这样的一个焦虑状态。所以说什么元老对他的逼宫也好，什么质疑也好，这个其实他都可以轻而易举的化解，这没什么。这些人可以说早就没有什么势力了，完全在习近平的掌控之中和监控之中。但是他怕的是，当共产党这个体制本身瓦解的时候，党国体制濒临崩溃的时候，那么这些人就会一个个跳出来，可能会获得大众的支持或党内的一些官员、中下层的官员的支持，然后反对自己。所以这个是他比较害怕的地方。他不怕现在有任何人去挑战他，但是他怕的是共产党会倒台，在倒台过程中，这些人可能会反叛，这是他怕的地方。而他能做的事情，我觉得最大的一个可以说历史成就，或者说保住自己的位置，就是发动台海战争，或者在南海打赢一场战争。那这种战争的胜利必然会增强他的执政合法性，然后让举国上下不可能说一个不字儿，不可能去为敌人说话，所有人都会鼓掌叫好，我们中华民族终于崛起了。所以他必须要加紧备战，而备战的过程如果有这么多的猫腻很多的偷工减料官商勾结所以他当然会震怒，这涉及到生死存亡的问题。但是从这儿也可以看得出，就像我之前节目讲过的，他是志在才疏，他没有能力靠一个人去力挽狂澜。所以从最近的中共党内清洗当中，我们就可以看到他很难有真正的凝聚力，他也很难集结真正的这种军事力量去对付台湾或者是美日。他的军中腐败如果已经烂到根儿的情况下，他真的没有能力去做到这一点。甚至我认为台海战争有可能还没有开打，共产党自己就已经分崩离析了，可能习近平自己都不知道应该信任谁了。你信任的人，你把这个重要权力交给他，他却干这些偷鸡摸狗的事儿。而你习近平起家的获得党内一致支持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你的反腐，那你自己人都是这么腐败，那你怎么说得过去？而且他们又没有能力去实现你的宏伟目标，最后变成他们的无能导致习近平的下台。那习近平过去这10年的不断集权和政治斗争的胜利，岂不就是打水漂了吗？所以对习近平来讲呢，他也不想对付自己的亲信或自己提拔的人，但是没有办法，他为了维持共产党的统治，也就是维持自己的位置，他只能下狠手。而他这种下狠手呢，又让外界认为共产党内部一团糟，习近平根本没有能力去指挥军队，指挥这个国家，而且他也很难服众，下边的人也很可能身在曹营心在汉。万一有一个人出来振臂一呼，而且是党内的人，又有能力又有号召力，那么习近平就可能会被比下去。特别是共产党已经没有资源没有财力去进行维稳，去对这个国家进行统治的时候，某些地方已经开始出现动乱，开始出现反叛，甚至解放军内部在某些人的号召下调转枪头，那习近平就真的是孤家寡人了。所以未来这几年，我认为5年左右的时间是我们观察中国局势的一个重要时期，也是可能有大事发生的时期。其实最近已经发生了不少大事，我相信未来的中国政坛和社会变动一定是非常精彩。希望大家能够持续的关注我们这个频道，给大家带来最新的消息以及公子沈的独家分析。好，谢谢大家收看这期的公子视频。如果大家喜欢这个节目，欢迎点击订阅这个频道。我们下期节目再见。